作为一个很爱看剧的命理师呢，最近被肖战的《藏海传》迷得不要不要的。然后呢，出于对他的极度喜爱，命理师有一个好处就是喜欢哪个艺人，可以去扒一下他的盘，去看一下。然后肖战的话呢，他是戊土男啊，戊土男，他会。其实他这个人看起来可能会比较柔一点温柔，但是其实他应该是比较内心比较固执的，或者说他的毅力会比较重一点。然后其次呢，他33到44红10年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真的就是很想提醒他一定要小心合同。接下来这10年一定要小心合同。然后很多人一直以为肖战赚很多，当然他是相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他肯定赚比较多的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他没有完全得到，就可能说他赚了的一大部分的钱，他应该是分出去的，在前面那几年。但是接下来的话，应该还好财运也挺好的，从33岁虚岁33岁开始。然后呢，他的命宫是空宫，他会比较在意外面的人一些看法一点。然后而且呢，他的命宫是在4动宫，那么相对于来说呢，他会奔波走动会多一点。而且呢，他在外面就是离开他的出生地以外呢，其实他的桃花是挺好的。然后事业是以口才得利所以他一开始如果去选择说走唱歌这条路，其实也可以的。包括他本人应该唱歌也蛮好听的，虽然说我没有去关注其他的。如果他身上就是可能说身体有问题的话，我会建议他用中医的角度去治疗会更适合他。然后包括他的财，就是能看出来他应该是蛮大方的一个人。然后包括我有去查他2020年的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2020年呢，其实他是有事业宫是有火星跟地空，那么就是会突然像火星一样猛的一声来，而且这个地空应该当年他的福德宫是天同双化忌，所以应该他是内心是挺煎熬、挺不好受的。然后，但是这个对他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，因为他的命呢其实是属于2020年是他的转折年在他走大运的之前，就是那个交汇处呢，他会突然跌落，但是这个跌落一定会给他换来更大的崛起。所以24、25、26、27这4年他红是理所当然的，他会一直红下去，红住10年。然后呢，他的内心呢，应该是属于比较细腻一点的人而且呢，能看得到他内心应该是比较孤独，或者说他会更相对于靠自己一点，他会更加注重于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多一点。肖战加油！《藏海传》床戏话题引热议，满脸通黄点进去，踢着正步走出来，真的是笑不活了，宝子们！《藏海传》到底是什么神仙剧集啊？这收官可是实实在在有些时日了，剧粉们还在不停的整活，莫名其妙的《藏海传》床戏的话题登热榜高位，也是让很多喜欢这部剧的朋友们吓了一跳啊！大家说看得可认真了，倍速都没开，怎么还漏看了呢？还有的说一定是有新花絮释出了，赶紧来看看。结果点进去才发现，此床戏非彼床戏。这里的床戏并非亲密戏份，是观众对剧中角色躺床场景的幽默结构，特指角色因受伤、死亡或昏迷等状态躺卧在床的镜头，与情感亲密戏无关。最搞笑的是，剧迷还为床戏设定严格标准，必须有床载体，人物需横躺，坐靠或地板不算。需明确镜头画面不能是非空镜或想象，还总结出藏海躺床6次居首，曹公公5次次之，香案图与庄之行各3次并列第3。许多观众被热搜标题误导，大家调侃说小脸通黄点进去，一脸正气走出来。剧中角色但凡躺床必遭不测的设计，暗含了大庸无安寝的压抑基调。网友评论说，主角藏海的夜生活太丰富了，做手工、挖地道、画壁画，心里盘算怎么复仇，就是不睡觉。网友回复说，好家伙，藏海不睡，剧粉怎么能睡得着呢？追剧的日子根本睡不着啊，从第1集做局被做到了第40集。本以为剧集结束了，再也不用被野生编剧们骗了，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。万万想不到啊，剧集收官这么久了，又被肖战粉丝做局了。《藏海传》的床戏话题本质是观众对剧情细节的创造性解读，通过幽默统计解构权谋剧的沉重基调，同时凸显了剧集留白叙事的力量。这样的长尾热度也是充分体现了优质内容激发观众参与二创的潜力，印证了现象级爆剧的事实。没错，
这就是大包剧的长尾效应。网友评论说40集根本不够看，早就说要出事，你看看，果不其然吧。要论内娱整活哪家强，肖战粉丝必上榜。不仅整活内容丰富，而且角度刁钻。听说整活还在继续，还有新的活在路上，我们耐心等待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没有想到说自己发的视频还能吸引那么多 CP 粉过来，但是其实部分 CP 散粉愿意听完整个视频，我觉得也是算是对我的尊重了，所以我也愿意给大家解答一下，破一下这个洗脑包。这个合同违约这个事情，他们说涨这么多代言怎么会是下场呢？其实是为了帮助战战赔违约金这种说法，我本来以为其实是没有人会相信的，但是既然大家信了，我就去给大家实际的去查资料，答疑解惑一下。那这边就科普一下合同方面的事情啊。首先肖战这个是否属于违约都是要看合同具体的内容的。你打比方说，如果合同有明确要求，他在某些时刻必须出席某些活动，但他没有去，那么这个可能构成违约。但你们要注意，他遇到这一切的网暴的这件事情是20年存在重大疫情，无论是否遇到这场网暴，他都有可能出席不了一些活动，而这些是不可抗力。不可抗力的话，并不构成违约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艺人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，包括这些舆情，其实并不是艺人本人的错吧？你比如说，艺人本人出现了道德瑕疵，出现了犯罪之类的事情，那这个事情品牌找他赔付是完全有道理的、合理的。如果是艺人本身没有任何问题，而遭遇了舆情，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就算品牌主动要跟肖战解约，到底是他违约还是肖战违约，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。然后这边艺人如果是因为政策、疾病、交通封锁、突发事故等情形未能履约，并且能够提供证据或者佐证，根据民法典第563条是可以免责或者减轻责任的。那么我们再说品牌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或者解除理由不成立的话，品牌反而才是构成违约的，他需要对艺人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或赔偿因此带来的经济损失。那我们最后再来讨论一下，如果更换代言人能不能免除艺人的违约金呢？更换代言人与艺人是否违约是没有直接法律关联的。即便品牌更换了新的代言人，原艺人是否违约，是否需要赔偿，依旧是要看原合同是否已经依法解除理由是否成立。换人只是品牌的商业决策，不构成代替履行或免除违约责任的法定情形。这些科普能够解释清楚大家的疑惑吗？